Hello， 大家好。我们在上一个影片已经教大家怎么找到系统的补偿器所需要的频率频率包含的极点跟零点。接下来呢，这个影片呢教大家怎么把算出来的极点跟零点来变成一个真正的电路。那首先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得到，我们典型的 Power Supply 都会需要一个补偿线路，通常是长这个样子，比如说一个 OP， 然后上面有一些电阻跟电容。那正常来说只要看到有 R1 跟 C1 的这一串 RC 的通常就是3型补偿控制器。那3型指的就是 Type 3，那或称为 3P2G， 也就是说这一堆线路其实就是隐藏了Type 3的极零点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影片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怎么把这个 RC 值计算出来。那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补偿线路的转移函数基本上就是一样嘛，输入分之输出嘛。输入是我们的 Vout 从这边输入进去，然后算出我的 Vcamp 就是我 OP 的输出，所以 Vout 分之 Vcamp 呢，它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转移函数。那这个转移函数可以看得到，下面是3个 S， 对不对？上面是2个 S， 所以事实上这样就是一个 3P2G 的概念。那有了这个转移函数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知道一些事情了。首先我们找到了什么？3个 P 2个 G， 所以呢，我们先看一下数学式里面，先确定一件事情。我们等一下要算出 R 跟 C， 所以呢，既然要算出来，所以我们理论上现在是不能有变数了，应该都是常数，因为常数才能算出另一个常数嘛。好，那我们的常数有什么呢 ？Vout 这个是输出电压，对不对？然后 reference 是参考电压，都理论上是已知的哦。然后呢，你的零点的频率P1 就第一个极点G2 就是第二个零点的意思极点跟零点，所以呢这些值都是已知的哦。首先我们一般来计算的顺序建议大家首先计算 R-BIOS 这个是习惯的你可以试着不要用我的顺序，然后去算看，你会发现等一下会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好，我们先来试看一下 R-BIOS 一般就是我们所谓的要基本上有一个维持电流存在的，对这个 OP 来说，那介意一般是大于等于100个 microampere。那这一点呢有了100个 microampere， 那我们 reference 是已知嘛 ，reference 假设是1伏好了，那也就是1伏除以100个 microampere， 就可以算出 R-BIOS。R-BIOS 算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去算 R2 了，因为 R-BIOS 有了 Vout 有了 V-reference 是有了，我们假设1伏就可以算出 R2。有了 R2 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的极零点的一个分比再乘以 R2 就可以得到 R1， 所以接着 R1 就可以再根据这个式子去算出 C1， 然后呢一样的步骤算出 C2、C3、R3。那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计算数据没什么那我随便换一下就好了吧？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就一个C2 好了 ，C2 是用 R2 算出来的。假设我先算 C2，R2 还没算，反过来，好，那我只好去算 R2。可是 R2 呢又要去算 R-BIOS， 那 R-BIOS 呢又已经被算过了，因为这个地方算过了，所以呢，那我们这个例子可能举的，你这个乱举的我们再重举一个，好，我们就举一个 C3 好了，算 C3 需要知道 R2 跟 C2。好，那你的 R2、C2 如果已经被用过，那怎么办？对不对？好，假设我们来算C3 好了，那假设 C3 被算过了，那怎么办？那好了，我就去算我的 R2 跟 C2， 那反算 R2、C2， 我又回到这个 C2， C2 需要 R2， 那 R2 又回到这个地方，所以变成说我们的这个计算会变成一个无穷回圈。事实上这个顺序虽然我这样算可以把每一个值找出来，但事实上它都是被偏移的，因为它在计算上其实上每一个破基漏在这里面是耦合的关系。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计算顺序它是一个可以简单的快速找到 R1、C1 这些 RC 值，但是呢事实上真正做出来的破基漏它在实际的位置上，你用博德图去量测的时候它是偏移的这一点要跟大家提醒。 OK， 那所以简单来说，我们透过理想转移函数得到了我的破基漏，然后再透过画面上这个画面呢，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计算出一个补偿控制器所需要的数学式。这边分享就是这些数学式，还有计算的顺序这很重要，计算顺序来完成这整个补偿器控制器的电路设计。
OK，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喽，哦，谢谢大家，谢谢。